我宁可做中国的坏人，也不做日本汉奸。哼！这套餐具的图案很特别，对你一定有特别的含义吧？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个，就当是个念想。为你本不拥有的品质丢失这一切，值得吗？瑞山的后事办好了吗？那这戏班怎么办啊？走不了了，也没了班主，他们长不了的。不能让他们散了。那几个大的没问题，能去别的戏班谋生。小的那些怎么办？散了，就废了。要不，我们再把戏班收回来吧。你不担心风言风语？我不登台唱戏，就不算破坏规矩。以后，我就在戏班子里当个开戏师爷，把自己积攒下来的故事都写出来。好吗？好，我这就去把他们安顿下来。既然走不了，日子还得过啊。我去找老差挂个号。各位。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跟你们说了，你们呢也不用跟我藏着掖着。我分管的这些行业，对你们最了解的，可以算是了如指掌。我可以把你们当作心腹，给予你们最大的保护、尊重和福利；也可以把你们当作敌人，但对于敌人，我会毫不留情。各位斟酌一下。张班主，张班主，你终于来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刚才那个不是阮继哲？阮非洲不是一般的日本人在服兵役，宪兵报道部也不是一个管宣传的普通部门，实际上是特务机构，任务是配合占领军，从精神和文化层面对我们实施占领。阮非洲，他是特务，而且是资深特务。他早就用大学生和记者的身份潜伏在广州多年，结交文化界人士。而且他最近频繁在粤剧行业、新闻行业行动，逼着有一定名望的人加入他的汉奸组织，为侵略者涂脂抹粉，粉饰广州的所谓太平景象。那他会不会害我们？至少他会想方设法除掉我，因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。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，是日本人要铲除的对象。真是让人后怕，我们竟然一点都没有怀疑过他。
师哥，往后你怎么办啊？不怕，我好歹也是有4年党龄的老同志了，从事地下工作，颇有经验。4年？你1934年就当共产党了？你怎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？那年我在干什么呀？那时我在天台戏院第1次登台，首演是郑映，演的是梁红玉。那天晚上你还来捧场了，还给我带了一盒外国的巧克力。就是那天下午，我入党宣誓，晚上你就来捧场了，还在楼下的先施百货买了巧克力。你怎么从来都不告诉我？掉脑袋的事，当然要保密啊。我是外人啊。你当然不是，但是我不想让你跟我一起承担压力，你就开开心心生活，安安心心唱戏，剩下的我替你扛着呢。我才不怕承担压力呢。现在我们家很多事情都是我来操心，有的时候挺累的，有时候也挺烦的，但我还是开心。我喜欢给2个哥哥做事，我更想给你做事。这小日本早上起来就开始巡逻了，想干什么呀？现在码头全换上了日本兵，以前那些英国人都被赶走了。我得让兄弟们缓一缓，别这时候撞枪口上。咱们有批货已经在路上了，实在不行，想办法通知船上的人。金刚舰、渡头舰海里，那损失大了，那也比丢了命强吧？我们红鱼帮这些年一直在跟海关缉私斗，得到的心得是，一旦他认真，咱们就得认命，斗不过的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让咱们兄弟去冒险，我是想趁早另作他法，不能再依靠这个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只是暂时没摸到日本人的脉。山河，我可不是怕事啊。命要紧，尤其现在。哎，山河说的对呀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想提议了，让你们老老实实的做药。哎，想继续做花样丸也可以呀。岭南有的是好药材呀，还找不到代替奎宁的草药。你呀，就好好的研究医术，研究中药和西药怎么才能结合，这才是正道啊。那我们红鱼帮现在就没事了呗？你手底下那么多弟兄，你还愁没活干？乱世来了，你躲不了啊！就先避起锋芒，韬光养晦，先干点实事。跟我去香港的事情，你考虑好了吗？多谢东家提携，我一定好好做。好啊。陈小手不肯去，邮局大佬人也没了，你再找一个点心小案和烧腊大佬吧。其他愿意跟你走的人都带上，我包了一条船去香港。是。那这广州大酒家怎么办？哎呀，乱世啊，命如草芥，财如粪土啊。就算是我们现在想把这个店顶出去，也没有人肯接呀。东家。我倒有个不成熟的想法，你说说看。黄师傅，你找我？身上有1块钱吗？啊。厨师学艺都喜欢学师傅的绝招，这绝招是师傅对厨艺的感悟，也许只适合他本人，但道理是一通百通的。多学一些别人的绝招，对提高自己的厨艺有帮助。黄师傅，你这……东家要带我去香港，走之前，我想把我的绝招传给你，
也算不辜负你师父林北江的嘱托。我的绝招，不是1、2道看家菜，而是对祸气的把握。在这方面，我有一些心得，所以大家都叫我祸气皇。祸气就是对温度的把控，温度又与食材的特性厚薄、油温、距离远近有关。大概就这么多了，剩下的要靠你自己去领悟。你跟谭耀亨搞的那些新菜，有想法、有创意、有天赋，但不够完美。各家酒楼花钱买的是你们的想法，而不是你的厨艺。你承不承认？确实时间太赶了，食材又贵，我没练好啊。甘甜、鲜甜爽口，弹牙和味大补。这就好比是练功夫，光有拳谱还不行，还要勤学苦练。我教给你的，恰恰是这一方面的一点心得。黄师傅，谢谢。哎，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。还有1块钱吗？有。这1块钱是我替东家收的。东家说了，广州大酒家以后就交给你了，租金1块钱。啊？1块钱，广州大酒家就交给你了。哎呀，其实就租给我的。你想想，我在想，我赚了钱之后，交这些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税钱，还得养活这么一大群子人，还要照顾好这个房子，这油漆粉刷一样都少不了啊。可是光那些潮州木雕就值好多好多钱啊！你还想给他卖了呀？啊？哎，你说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？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丑闺女要嫁给你啊？臭丫头！疼！这事儿很简单，你二哥有能力，人品好。谁信你？大哥，我二哥要发财了，他要当广州大酒家的掌柜的了。哎，这话不能胡说。你二哥还是个厨子，这楼面的事啊，我还得再另外找一个人。那我不管，你以后每天都要给我做很多好吃的。你二哥亏待过你吗？嗯？你二哥这个时候拿下广州大酒家，不见得是好事。日本人把最繁华的几个街区给划成了商业区，不允许中国人开店经营，往后的生意不好做。不是在咱们中国人的地盘里面做菜这事儿，我还能怕了小日本了？日本人开店有商业贷款，基本上是零成本。我的成本1块钱。我就是提醒你一句，日本人打过来为的就是钱，为的就是抢夺资源和利益。现在做生意等于是跟他们对着干。我还真就不怕他们了。走，妹妹，广州大酒家走一下，从此以后，那就是咱们的地盘了。走了，大哥。哎。いや、すごいね。ここは甲州か。は
小沢。おお、岡田久しぶりや。小沢、今から中国を勉強しなさいよ。はい。ここは俺たちの未来だ。中国ができるこそ、ここの金を稼ぐことができるわ。はい。そっか、ここ未来か。じゃあ俺頑張るよ。まず住むとこを探そう。ラーメンを作ってくれよ。俺は出世の6ヶ月間でお前が作ったラーメンが一番恋しいよ。頼んだよ。食べさせてやるよ。はいはい。行こう行こう。行こう。小妹啊，这个小戏台啊，从今天开始交给你了啊，给你的红棉班一个专属的戏台，怎么样？这样能唱出什么名堂啊？这宝吹恶唱，自古吃跟唱它就有关系。胡说八道，不理你了。哎呀，咱俩也有合作。我准备搞一个药膳的，把这个地方改造一下，全部是明火明炉，就当场做菜做饭。大哥，你得给我提供几个药方子，延年益寿那种。其实咱们那天在这儿，把老谭也给害惨了，所以我想好了，把所有的新菜全部用在这儿，还是12道马姐菜。哎，对了，我可以把老谭请过来，坐镇楼面啊，开心点儿。豬腸粉、牛腳湯、豬腸粉嚟。我哋食啲嘢啦。快啲啲啊！埋嚟睇埋嚟揀啊！叉燒包。睇埋揀啦，啲碌柚好新鮮㗎，睇下幾新鮮，睇埋揀啦。怎么弄的？谁打的？玩兩手啊！与你无关。我问你，谁动手打你的？找我有事吗？我刚才去你们家看过了，门上都上了封条。你家都没了，你住哪儿啊？不老惦记了。老谭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有怨气，你一定很恨我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父母的仇我必须要报。如果我不报他们的仇，我有什么资格苟活于世呢？我是真的没得选。对不起。我把你当成我一辈子的搭档，
你现在遇到什么难处了，你要告诉我，不管什么事，咱们一起解决，好不好？很简单，我不能当汉奸。我女儿是抗日的，如果我当了汉奸，我就没脸做她爸爸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前几天，有一个以前做过记者的人，他来找我。他说他现在是日本宪兵报道部的阮非洲。对，我见过他。他非要让我进他组织的一个什么协会，让我给他写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文章，这我怎么可能写呀？那结果他就把我轰出来了。但是我不怕，我有笔呀，走到哪里吃哪里呀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个阮非洲跟所有的报馆打过招呼，谁都不能刊发我写的文章，他想饿死我。那好吧，那我索性就什么都写，反正我什么都能写。这不，昨天有一户人家办丧事，我给人家写了墓志铭，日本人居然连这个也不让写，而且把我还，可笑啊！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觉得呀，在乱世之中，做个普通人，不遇到麻烦事，不引人注目，现在是最难得的。广州就是这点好，只要你的手在，永远不会挨饿。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过，他说他只要活着，就不会离开这个行业。那什么是永远呢？我以前写视频是怕美食留不住，我把味道写出来，这是永远。我们俩一起干，我觉得把中华美食发扬光大是永远。可是现在，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永远的机会。谢老板把广州大酒家交给我了，你和我们一同经营。不感兴趣。阿芳，答应我一件事呗，广州大酒家今天就不去了。万一我跟我兄弟失手了，不必收拾，拿着钱能走多远走多远，找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，然后开始想我，最好呢想一辈子。お前通訳しろ。各位街坊，我不是汉奸啊，只是碰巧在这日本洋行上班，会说几句日本话，他们就逼我当翻译，我没办法，我不得。他们的意思是，只要这条街上开了日本药铺，就不允许中国人再开药铺了。哎，我们不是新开的，我们在这条街上都开了几十年了，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来呢。なんだだ？彼の店はこの道でもう何十年営業している。その時は日本の方はまだ来てないです。そんなのはどうでもいい。俺らの店は営業する時、お前らの店は営業してないはず。だから今後も営業することは許さん。结束。我们是出去逃难去了，我们回来咋就不能干了？前面。你太莽撞了，万一被人抓到了怎么办？我看见日本人就想打，都是人，凭什么那么欺负人？广州啊，让日本人占了以后，我们有很多同行，
都关了门了，都怕乱兵啊砸抢，尤其是经营那些参荣贵药的，全都关门歇业了。谁知道一转眼啊，开了10几家日本人的药铺，他们又霸道又蛮横，还规定凡是有他们的地方，绝不允许再有中国人开药铺。得想想办法。啊，怎么没想啊？大家都推举我们这几家有点牌面的药铺去找日本人谈判交涉，可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以一个叫三国有喜药铺老板，以他为主，我们去约他，可结果人家不肯见呢，还不肯见，不肯见，还说各凭本事，公平竞争。他们啊，有日本兵拿枪保护着，到处砸我们中国人的药铺。你说哪还有公平竞争可言呢？要是有公平竞争可言的话，那就不叫侵略了。明的不行，背地里头来几下狠的，那也过瘾。单独找一家去报复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来几下狠的，那是高兴了。可是这么大的中药产业，不能毁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啊！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找日本人谈一谈，谈谈规矩，谈一谈不规矩。你刚才说不肯见你那日本人叫什么？三国有喜。Welcome, dear guest. Cheers. 我要请颐和洋行大办的秘书吃顿西餐，我可不想在外人面前丢脸。真没想到会收到你的邀请。你是小妹的朋友，望梅相邀，别见怪。听闻尊夫人因战火罹难，我深表歉意和不安。你要是这么客气的话，我就不好意思张口求你了。不，我非常愿意为你提供帮助。想喝点什么酒？都可以。那我替你做主了啊。Hello, Brandy, thank you. Enjoy yourself. 谢谢。不知道我能为你提供什么帮助呢？小妹有没有跟你提过，我们陈家在佛山也算是有些牌面，曾经说过一些。中国人讲究孝道，恢复祖上的荣光也算是标志之一。那你想从哪方面入手呢？我想和在惠爱中路上开日本药店的三国有喜交个朋友，不知道能不能帮忙引荐一下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但是这事儿不太好办啊。说说看了。这些日本商人呢，是出于对本国政府的信任，以及对广州未来的期待，才变卖家产、筹措资金来到这里创业的。我们宪兵报道部啊，要保护他们的利益。那你就更应该为我们牵线搭桥了。做生意讲究以和为贵，坐下来商量一下，生意才能做得长久嘛。可以，我可以帮你介绍三国有喜，但是他这个人吧，有点儿怎么说呢？小地方来的，不够通达，不容易讲道理。Brandy， 别看他是用葡萄做的，也算是烈酒，后劲儿大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你还挺能耐的呀，都找到宪兵报道部了。那我跟你说啊，我呢，不是军方的，也不是官方的，我就一正经商人，看见没？所以你找他们过来没有用，不好使。
那三国有喜先生怎么样才能好使呢？哼，学我口音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呀？啊？我从小奉天长大的，学医学药开店做买卖，我啥没见过呀？再说你那个口音，学的半拉科基的，根本就没有掌握到精髓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啥意思啊？我只是没想到你一个日本人，东北话说的这么好。你们中国呀，有句话叫“千里为官只为财”。我呢不是当官的，但我从奉天跑到岭南来也有千里了吧？你觉着我干啥来了？我代表广州药业同道欢迎东北同行。你们日本人到广州来开药铺，我们拦不住，挡不住。不如呢，我们坐下来聊一聊，聊一个章程。日本药铺首推你为代表，所以呢，我想和你聊一聊。你说谈就谈呐？嗯，我欠你的。再说了，有啥好谈的呀？就各凭本事呗。好一句各凭本事啊！你们有军队撑腰，这坏了规矩。有军队撑腰呢，就是我们的本事之一。你们也有军队呀，你找过来让我看看呀。三国有喜先生，你行了，你今天来干啥的？我知道。我也就实话告诉你，我来广州呢，就是要一统广州乃至广东全境的中西药生意。你们要么就线上药铺和药方啥的托庇我们，要不你就有招想去，没招死去吧。不给留条后路。你这性格也挺倔强。你叫陈山河是吧？行，你今天能来找我，我就给你留条生路啊，省得你以后说我不近人情。你是不是有一家做发冷丸的药厂啊？有。归到我门下。既然谈不拢，告辞了。啥也不是。凉茶喝多了，肚子受不了，吃点正经东西。不要打扰我写字种钱。广州大酒家的正事不干，你写这个，我引以为荣。哎，看看你一天到晚写的这些都是什么烂东西，还引以为荣？我说你最近怎么不怕惹非洲了？开始知道用笔了是吧？邱月明，岐山女子崂山奇遇，与蛟龙暗结珠胎。浪禅，罗浮山艳史，数咒，武当13剑，这我还真看了一点，还不错，对吧？你还对吧？最夸张的是这个岭南逍遥生，湖光艳史。老谭，你想什么呢你？我来给你念一段。哎，这样有意思吗？我是怕你文如其人。你胡扯！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你女儿看到这些，她会怎么想你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岭南逍遥生写的。哎呀，你还是先起来吧，这样不好。来，起来。
这个药房停工啊是暂时的，等过阵子复工，会通知大家回来。你先自己出去找点事儿做。你看你还年轻，再说又在咱们这儿学了不少的本事，出去找点事儿做还是不难的嘛。快回家吧，家里该着急了。孩子，听东家的，回去吧啊！不要，我不要。看你客气什么呀？都是一起做工的，你还教我风火蜡丸呢，同气连枝。山河大哥，哎，听说你芳姐的事儿了，她是个好人，应该去了好的地方，你别太难过。不是，他是叫小菊对吧？是小菊。你说钱我都给他了，还拿话戳我心窝子，都你安排的吧？你太不地道了。不是我得罪你了。行了行了，别扯这些没用的了。跟日本人谈生意谈的怎么样了？那个，我见过这个三国游戏了，油盐不进，野心太大，说要垄断整个广东药业。日本商人看上咱们岭南的药草，是要收购加工制成丸散高丹，而且还要在咱们这个最好的地段啊开药铺啊，甚至还要巧取豪夺各家的中药秘方，吞并店铺，霸占市场，直到把我们都逼死。我想啊，就从这个三国游戏开刀，擒贼先擒王嘛。我从他们家走的时候，我看到门口有一小孩病殃殃的，我就顺便打听了一下，怎么样？那是他儿子。啊，1年前突然生病，高烧惊厥，寻遍东北名医，都说得吃咱们广东的老字号的活络丹，便带着这孩子千里寻药。咱们这活络丹还真的管用，但是病程太久，沉疴难进，没治利索。他又打听到有人这手里头有一颗上百年的老活络丹，药效更强，能去根儿。这个三国游戏，他怕别人知道这个事儿，哄抬物价，他都是私底下打听的。自作聪明，这种百年老药不会因为他要就会抬价，不用抬价，有价无市，除非家里揭不开锅了才会卖了。你知道这药在谁手里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。再说他们也不配。老太，跟我一起撑起广州大酒家吧。但做人就要有滋有味有尊严啊！你这么靠写这些东西苟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？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啊？行，要是不答应我就把这些报纸都寄给侄女儿。地址我也有，陕西延安嘛。那个，我让日本人盯着呢，你就不嫌麻烦吗？啊？我已经想好了办法。好，各位远道而来的报馆同仁、酒家的朋友，我谭某这半生啊，离不开报馆和酒家。我爱美食，也爱分享美食，所以我成为了一名食评人。承蒙抬爱啊，诸位把铁嘴这个称号送给谭某，但是谭某受之有愧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这张嘴不够硬。这是我用第1篇时评的稿酬买的一支钢笔，一直用到现在。谭某决定，从此以后不再用它，因为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可以分享美食的办法。今日，请所有的亲朋好友见证，
见证我谭某从今天开始金盆洗手，昨日之我不再有。谭先生，这么心急啊？手上有墨，久了就洗不掉了。那如果我不让你洗，何必呢？啊，笔已经砸毁了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再说了，我不在乎。